我第18个生日，妈妈从外面带回来一个养女，对她疼爱有加，甚至到了宠溺般的程度。生日当天，林嫣嫣眼眶微红，一双手死死捏着妈妈的衣角，真是羡慕姐姐，我都从来没有过生日。顿时，满堂的宾客都朝着她看了过去。正当我觉得不过只是一个小插曲而已，只听到妈妈说道：“于言，让嫣嫣跟你一起吹蜡烛吧。嫣嫣在外面受了不少委屈，你当姐姐的应该让让她。”我回身不可置信地看着她那张平淡的脸，若不是满堂的宾客，我相信她会让我直接离开，直接宣布这生日属于林嫣嫣。不是，这还能一起过的。我转头盯着林嫣嫣，后者红了眼眶，硬是挤出一滴泪来。算了，妈妈，姐姐的生日，我怎么能参与呢？这么茶的话一说出来，满堂的宾客噤声，笑看着这场热闹。你别闹了，我有点生气了，说话声音也大了些。这么多人，这样丢脸，我受不得。林嫣嫣低声抽泣着：“姐姐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”正当我觉得闹剧终于收场的时候，回过头正看到我妈那张阴霾满布的脸。于言，你当姐姐的让着点妹妹怎么了？你知不知道嫣嫣在外面受了多少委屈？你到底有没有同情心？还当着这么多人在这里发脾气，你把家族的脸都丢光了。一些曾和我爸熟络的朋友们开始打圆场。后面的话我一个字也没听清，心痛得厉害，莫名想起了爸爸生前的话语。原来那不是吵架的气话。我爸以前健在的时候，总让我防着点我妈。曾经的我不能理解，粗浅地认为大概是他们感情不和，所以爸爸才会这样跟我说。每次我追问为什么，他都从未告诉我原因，总是笑着：“这是大人的事，你还小。”以前我总是撇嘴，按道不说就不说。现在我突然懂了，会不会爸爸平淡的话语的背后，是我无法承受的重量？所以他才一直闭口不谈。于言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跟嫣嫣一起吹蜡烛。耳边传来妈妈的咆哮声。我回过神来，满堂宾客正怜悯地看着我。林嫣嫣笑容满面：“姐姐要一起吹哦。”我咽下怒火，平静地跟林嫣嫣一起吹完了蜡烛，耳边接连响起宾客的喝彩声。我的18岁生日，最重要的一个生日，同时也成了我最烂的生日。吹完了蜡烛，我起身：“各位玩得开心，我先走了。这个生日脏了，下次我重新补办一个生日，再邀请各位。”说完，我转身就走，根本不管林嫣嫣在身后的哭泣，以及我妈的威胁。来到街上，吹着微凉的风，思绪涌动。是从什么开始，妈妈变成这样的？我不懂，也不能理解。难道前面10几年的爱都是一种带有目的的隐忍？林嫣嫣真的只是从外面因为眼缘好就领回来的养女吗？爸爸和妈妈都很聪明，我又怎么会是傻子？我隐隐预感到，这背后似乎关系到爸爸每次都闭口不谈的话题。几天后，我重新举办了生日宴。18岁的生日，怎么能这样被人搅和？这一次，我只邀请了朋友和同学，没有告诉妈妈，自然也没有上一个那样盛大。但这里都是和我熟络的人，聊起来也更加自在。我的男友洛心也在，他家境不算好，但人很优秀，对我也是一心一意。宝贝，这是送给你的生日礼物。他低垂着眼眸，嘴边带着笑容。我看着这个小盒子，笑道：“包装的这么好，里面是什么？你看看呢？”这一刻，他笑了，阳光又帅气，还带着一抹骄傲。见此，我急切地打开，里面躺着一条水晶项链。这条项链是一本杂志上刊登的。曾经我懒散地躺在他怀里，无趣地翻着杂志，
偶然看到了这条项链，当时我就指着它说着：这项链好好看。我当时觉得买不买都两可。洛心过得那么拮据，我也很少在他面前大手大脚，可他却好像听了进去。当时我记得他并未多说什么，只是盯着杂志看了一眼，随后说道：确实不错，你皮肤很白，这条项链和你很搭。思绪回转，看了一眼价签，居然要1万多，眼眶微红。没人比我更了解他的家到底有多贫寒。这恐怕是打了很久很久的工，攒了很久的钱才买来送给我的。洛心，我红着眼眶看着他，他带着几分随意的开口：换你这样一个表情，已经物超所值了呢。我被他气笑了。以后不准这样了，你挣钱多不容易呀，要不然以后姐姐养你。洛心捏了捏我的脸，你知道我的。我拉着他坐下，点了点头。洛心浑身透着一股倔强，认真坚定，好似永远都不会服输。曾经的他学习成绩很差，我是亲眼看到过他一个人埋头学习到深夜，什么困难摆在眼前就撕碎他。后来他加入了篮球部，起因只不过是我随口一说，打篮球的男孩很帅，他就这样愚蠢地配合着我的喜好。起初还打得很蹩脚，总被队友责怪。后来他总是一个人练习，现在他已经是篮球部的部长。我是亲眼看着他克服着一个个困难，从不需要别人的施舍。我最欣赏的就是他的穷。若是这样的人还有一个很好的家世，会有多么璀璨。比起富二代的他，还是穷的他比较好呢？回过神来，我看着他，忍不住给了他一个吻。洛心立马羞涩地红了脸。强大如他，却有相当纯洁的恋爱史。我是他第一个朋友兼女性朋友，和女朋友身旁满是朋友的起哄，怎么能让本秦霄看这个呢？于言，酸死我了。玩得最好的朋友笑出翘嘴。你们这小两口等我们走了再亲热不迟，先把蜡烛吹了吧。对呀对呀，一会还没吃蛋糕，狗粮就先吃饱了。我歉意地笑了笑，刚要准备吹蜡烛，秦霄又开口：洛心。不说两句，顿时众人的目光看过去，洛心垂着头思考了下，随后猝不及防地吻了过来。正当我脸红晕有些羞愧的时候，他在我的耳边轻声说着：许愿吧妍妍，老天不给你办的，我拼了命也给你办。我感动得流下了泪水，忍不住抽泣，几度失态，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日。满怀爱意地吹下了蜡烛，希望和洛心永远在一起，永远不分离。我爱你。正当我闭眼许愿的时候，包间的门被咣的一声大力推开，紧跟着妈妈带着林嫣嫣走了进来。于言，你真是够了，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妈？你的生日已经办完了，还在这里又办了一个，你眼里有没有廉耻？气氛被破坏，我忍无可忍的有些生气，却无法说什么，毕竟她是我妈。姐姐，你也真是的，如果不想让我和你一起过，那天直说就好了呀，现在这样，妈妈多难做呀。听到这个声音，我再也忍不住，起身就是一巴掌甩在她脸上。你什么身份这样跟我说话？姐姐你……林嫣嫣当场红了眼眶，怎么又要哭？我盯着那张故作姿态的脸，不仅仅是厌恶，更从灵魂深处觉得茶。于言，妈妈彻底怒了，声音也大了几度。你凭什么打嫣嫣？她是你妹妹知道吗？我真是养了个败类出来。随后她扬起手，势大力沉地打过来。我闭上了眼睛，静静地等着剧痛的到来。啪，2道声音接连响起。阿姨，你过分了。宋志玲，你敢胡闹一个试试？我睁开眼睛，2只青筋毕露的胳膊有力地抓住妈妈的手，一指是洛心的，另外一指是秦霄的。
洛心的语气软一些，毕竟那是我妈。但秦霄无所顾忌，她的家世比我家还要强上一大截，更何况我妈并不是创一代，只是爸爸早逝，她坐享其成。圈内的人哪怕嘴上不说，心里还是看不起她的。妈妈冷静了些，目光盯着秦霄：“你一个后生这样跟我说话就可以了。”随后用力甩开洛心的手：“别拿你的脏手碰我！贫民窟里出来的东西！”这一刻，场面有些失控。洛心情绪稳定的没有说什么，秦霄阴沉着脸，几次欲言又止。我想，若不是顾忌着她是我妈，以她的脾气，很难忍受得了。我勉强挤出一个笑容：“各位，这个生日过得我很开心，我先回家了。”所有人都知道风雨欲来，我自己更是无比清楚，但我没有选择。到家后，妈妈就开始跪在爸爸的灵位前痛哭，怒斥我不懂规矩，不知道心疼妹妹，更是直言白养了我18年，养出一个白眼狼来。我走回自己的房间，心脏痛得厉害，好似钻心一般的痛苦，面无表情地看着窗外的月色。妈妈是什么时候开始变成这样的？我躺着躺着就睡了过去，好像做了一个梦，一个有关于曾经的鲜血淋漓的美梦。在我很小的时候，爸妈带我去游乐园，我指着摩天轮，非要上去玩一玩。爸爸恐高没有上去，最终我和妈妈上了摩天轮，那真的很高，好像比爸爸办公的地点还要高。我俯瞰着窗外的风景，眼里全是惊讶。这还是我第一次坐摩天轮。妈妈脸上带着姨母笑，一双眼里满是关怀。突然，摩天轮传来一声巨响，巨大的机器就这样卡在了半空，周围传来慌乱的叫喊。无论是摩天轮里，还是游乐园里，都乱作一团。我抬头看向妈妈：“怎么了？”妈妈有些慌乱地看着外面，随后回头安慰我：“没事，一会儿就好了。”我心里开始打鼓，即便年幼，还是知道应该出了不得了的事，否则外面那些工作人员不会这样的惊慌失措。乖女儿，没事的，在妈妈怀里睡一觉就好了。我始终记得那温暖的怀抱，与外面世界的慌乱不同。我们这个车厢里充满着宁静和祥和，他轻柔地拍着我的背，我就这样陷入了梦乡。我真的相信了他说的一会儿就好了，却一直睡到了天黑，才迷迷糊糊地醒来。我听到了爸爸的声音：“玲玲，可以下来了，还好你们没事，担心死我了。”随后是妈妈有些虚弱的声音：“先抱妍妍，我腿麻了，还有点低血糖，动不了。”我睁开眼，正看到自己依旧躺在妈妈怀里，也意识到她这样的姿势保持了将近6个小时，就为了不吵醒我吗？妈妈好傻，我很感动，也很心疼。妈妈，乖，我没事。爸爸抱起我，妈妈又在车厢里坐了3分钟，才艰难地走出车厢，身体踉跄地栽倒在地。爸爸急忙轻柔地扶起妈妈：“我带你们去吃饭，别急，马上就好。”话锋突然一转，是妈妈跪在灵堂里痛哭，怒斥自己生了个白眼狼的画面。我心如刀绞地惊醒，已经第2天天明。所以，妈妈为什么会变成如今的模样呢？或许是时候该去了解曾经血淋淋的真相了。我所在的学校是全市重点，妈妈也将林嫣嫣转了过来，美其名曰姐姐和妹妹应该在一起上学，其实不过是一种偏爱罢了。她就是希望林嫣嫣也可以上最好的学校，考出最好的成绩。但是她失算了，林嫣嫣的学习成绩并不好，又总是在课上睡觉，好像除了男性人缘很好之外，在学校里并没有什么优点可言。上课铃响起，老师推门走了进来，目光直直看向我旁边空了的椅子。林嫣嫣又没来，于言
他怎么了？也没找我请假，这属于旷课。我起身摇了摇头，我不知道，其实我是知道的。她新交了一个男朋友，对方染着黄毛。总是一群人抽着烟在学校外面转悠，大概就是连混混都不算，只是不干正事罢了。毕竟他们连钱都混不出来，算什么混混呢？林嫣嫣和这种人玩得很好，一来二去也就交上了男朋友，看似很威风，实际上什么用都没有。比起务实的洛心来说，10年之后见分晓；比起狂傲的秦霄来说，连被扫一眼的资格都没有。之所以不说出真相，实在是害怕丢人。即便我不愿承认，大家也都知道林嫣嫣就是我妹妹。她在来学校报到那天，是我妈亲自领着她过来的。所有人都看到了校长对我妈妈点头哈腰的样子，把这件事说破，对我而言并没有什么好处。这一堂课结束后，老师说起了毕业晚会的事，希望大家在学习之余努力排练下舞蹈，届时会有其他学校的人来观摩，说不定还会涉及到艺校的保送名额。于言，你作为领舞，要担起重任。我的确担起了重任，排练时间是我主持的，他们的演出服费用也都是我出的。随着一天天过去，我们班的舞蹈也算是越来越好了，从一开始的杂乱不堪，慢慢变得井然有序，动作算得上一致。可这天，我转头正好看到林嫣嫣在窗外偷看，我没当回事。对这个妹妹，我永远想的都是不要来烦我就好。她在排练结束后找到我，姐姐，我也想参加这次晚会，我成绩不好，如果再考不上艺校，就只能去专科了。我抬了眼眸看了她一眼，不好意思，名额已经满了，而且我不认为你有时间天天排练。她紧紧咬着嘴唇，小手攥着，我没再多言，转身离去。名额是早就定好的，而且人选也不是我安排，那都是主任的事，我只负责排练。晚上和洛心一起吃了个饭，说是冤家路窄也不为过。碰巧遇到了林嫣嫣她男友，身后跟着很多人，在路上将我和洛心堵住。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，在街角林嫣嫣的身影一闪而逝。你就是于言。黄毛语气张狂，鼻孔看人，林嫣嫣让你来的。我随意地看了他一眼，并不认为他敢对我做什么，实在想不到多么愚蠢的人才会主动招惹我。是你就行。喂，旁边那小子，你可以走了，别碍事。黄毛随口叫道。洛心淡定地站在我面前，语气平淡，想干什么？黄毛有些生气，一把抓起洛心的脖领子，让你滚。听不懂，我有点担心了，主要是害怕洛心挨打。你这样跟我说话可以，跟我女朋友不行。那我要是就说了呢？你能怎样？10分钟后，黄毛带来的人倒了一地，洛心重新穿上外套，还没看够的8块腹肌被重新掩盖。街角露出的林嫣嫣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幕，我讽刺地收回目光。你受伤了没，洛心？要不要去医院？洛心摇了摇头，目光锐利。有人在针对你，是吗？这些废物只是个开始。我惊讶地看了洛心一眼，这家伙永远都这样敏锐。这是我的家事。洛心见此，眸子暗淡下来。他大概不喜欢我家，曾经见到过我妈，面对我妈趾高气扬的训话，他只能点头。如今也是一样，我妈从来就没有看得起他过，有需要我的地方就开口，只要你说，我就去做。洛心言语简单，却充斥着爱意。我踮起脚尖，在他的唇上一吻，他立刻红了脸。黄毛那件事的确只是开始而已。回到家，面对的是怒焰滔天的妈妈，她不敢置信地指着我：“你凭什么不让嫣嫣进舞蹈团？她可是你妹妹。”
我们是亲人，你眼里还有没有这个家？”林嫣嫣躲在他身后，不时露出讽刺的微笑，似乎我被骂，她很开心呢。比起这个，你还是管管她吧。她今天教唆她的黄毛男朋友来堵我了。我跟你说呀，这是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再用这样的手段对我，我不会这么客气了。说完，我狠狠地看了林嫣嫣一眼，如果她还学不乖，我会让她明白真正的混混是什么样子。我的2句话像是炸弹一样炸开，妈妈半天没说话，最后才转头看向林嫣嫣，哪怕是责怪，却依旧语气轻柔：“你是被人骗了对吧？我女儿才不会找一些低级的黄毛混混当男朋友呢，对吧？”林嫣嫣立刻红了眼眶，用力地点了点头。我讽刺地转身离去。我知道后面一定有一堆谎言等着妈妈，而她乐得全部接受，一个愿意说，一个愿意信，哪怕不是真相也无所谓。半个小时后，林嫣嫣来到我房间，终于脱下了她那令人作呕的面具，表情恶毒地盯着我。妈妈并没有责怪我呢，哪怕我做了错事，这或许就是母爱吧。呵呵，曾经是你的，请你出去。我毫不客气地直接亲人。别急嘛，姐姐，妈妈刚才说了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，你不听可是会后悔的。她笑着走了过来，言语之中充斥着巨大的兴奋。我有些不明所以，什么？妈妈是我的，洛心也会是我的。说完，她转身离开。我的心里像是打鼓一样，猛然抓住她的肩膀。你什么意思？她用力甩开我的手，详细的就等妈妈来跟你说吧。我的好姐姐，谢谢你给我找到一个好男人。我这一晚都有些魂不守舍，仿佛有什么不好的事要发生一样。洛心会离开我，林嫣嫣那是什么意思？我不信，洛心有多爱我，我很清楚。就算没有我，我相信他也不会看上林嫣嫣这种妖艳货色。砰！身后突然掉落一本书，那是一本散文集，里面有很多蕴含着哲理的话，往往是人们相信最不会发生的，却最有可能发生。我一瞬间沉默了。别这样对我，洛心，退1万步讲，你爱上谁都行，唯独不能是林嫣嫣啊。接连几天，我都没在学校里看到洛心，心情愈发沉重。我不知道她那边发生了什么。林嫣嫣总是哼着歌，从我身边路过，看起来心情很好的样子。这次，她笑看了我一眼，准备像往常一样路过。我一把抓住她的手。洛心呢？林嫣嫣吃痛地甩开手。姐姐，你弄疼我了。洛心啊，你这么想知道为什么来问我？你不是他女朋友吗？说完，他给了我一个讽刺的笑容，转身离去。课后，老师将我叫到办公室。于言，你一向很认真学习，最近几天这是怎么了？你要知道，马上就要高考了。我听别的老师说，你上课总是走神，发生了什么？可以跟老师说说吗？我摇了摇头，没什么，老师，就有点不舒服。我随便找了个理由，将关心我的班主任搪塞了过去。已经过去3天了，洛心都没有来学校，打他的电话也打不通。难道真的像林嫣嫣说的那样，洛心会离开我，跟他在一起？我不信。紧跟着，最后一节课上完，我接到了洛心的电话，我难免有些激动。洛心，这几天你去哪了？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。我妈出车祸了，医生说手术费需要50万，我没有这么多钱，你能帮我吗？洛心的声音都在颤抖，我心脏猛然漏了一拍。这么突然，我就算把那些首饰都卖掉，一时间也凑不上50万。我想想办法。说完，我挂断了电话，看着通讯录里的一个人名，我踌躇了下，还是给他打了过去。于言，你还会给我打电话呢？别闹了，秦霄。
我需要钱。说数字20万，没问题，这都是小意思。我可以问问，你是为什么需要钱吗？来到了最关键的问题，我不知道我如果诚实的说了，他还会不会借给我？他这么多年没有恋爱过，没有乱玩过，接近他的女生都被他拉黑了。我有时候玩笑般的问过他，这么多美女你都看不上，还是说你喜欢男人呀？他低垂着眼眸，嘴角含着笑意。要是你也算男人，那就当我喜欢男人吧。那一刻，我的心脏好像被重击。我并不讨厌他，只是觉得他的性格有些狂傲。我大概跟他不是一路人，自然从未往这方面去想过。这么多年，他一直陪在我身边，我现在还要这样去刺激他吗？可洛心那里等不起，时间就是金钱，我不能撒谎。于是我将事情原委都在电话里跟秦霄说了。他沉默良久，好，我叫人打到你卡上，不用你卖首饰，50万我都给你。秦霄，你不用，让我断了最后的念想吧。于言，我真的很痛，这些年看着你和他卿卿我我，我受不了。我沉默了很久，只听到那头电话挂断的声音。大概我欠他的越来越多了。我在医院楼下见到了洛心，她憔悴了很多，一双目光不敢直视我的眼睛。洛心，我筹到钱了。她的眼中闪过一抹痛苦。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这一刻，我的世界好像碎了。不会吧，洛心，你什么意思？我隐隐有些猜到了，红着眼眶问他。旁边传来一声讽刺的笑容，还能是什么意思？从今天以后，这是我的男朋友。林嫣嫣熟络地挽过洛心的胳膊，而他并没有挣扎。这是约定，对吧？林嫣嫣扭头看着洛心，嘴角带着笑容。是。洛心点了点头，心脏剧痛。我平静地看着洛心，我说我筹到钱了，为什么你还这样？洛心痛苦地开口，我妈等不了啊。当他们带着钱来到我面前，我没得选。于言，我摇了摇头，示意他不用再说了，一切都结束了，好聚好散吧。洛心，祝你幸福。说完，我转身离去，背后传来林嫣嫣讽刺的笑容。姐姐，记得不要再联络我男朋友了哦，会给我造成困扰的。林嫣嫣，你够了。背后传来洛心的嘶吼，我还是头一次听见她这样高昂的嗓音。怎么了，老公？你别忘了，你妈现在还躺在病床上，要是我取消手术，对不起，我会拉黑她，不会再接触了。哈哈哈。渐渐的，我的世界好似没有了声音。回到车上，我的泪水终于开始决堤，绝望、痛苦充斥在我的心里。什么样的痛苦都比不上此刻的每一分每一秒。这一切都是算计，我不相信这妖巧的事。我一脚油门回到家里，妈妈正在躺在椅子上敷面膜。我控制不了怒火，几步来到她面前。洛心他妈的车祸是你找人干的，将洛心让给林嫣嫣也是你想的，你到底想干嘛？妈妈随意地打量我一眼，你不是知道吗？嫣嫣的男友是个黄毛，那种货色，怎么配得上我的女儿？洛心虽然穷了点，但起码品学兼优，算是个不错的人选吧。你当姐姐的，让妹妹怎么了？这就受不了了。于言啊，你的眼光，我放心，以后再找一个就是了。我再也受不得这些混账话。你到底是谁的妈？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我已经预感到自己隐隐触碰到了曾经的真相，我爸还因此给我留了后手的真相。身后传来讽刺的笑声：“姐姐，别对我妈这样说话，你不配。”林嫣嫣迈步走来，她这么快回到这里，是准备看我的好戏吗？我怒不可遏，回身看向她，她轻描淡写地从兜里拿出一张亲子鉴定书，扔到我面前：“自己看看吧。”呵呵，
连妈都能搞错的愚蠢女人，这是我妈，你妈早就死了。绝望如同海啸般砸来，我盯着上面的文字，克制不住眼中的泪水，一滴一滴缓缓掉落在地上，砸出四溅的水花。回身看着宋志玲，18年来，你对我无微不至，我生病了，你会第一时间赶到医院，我的生日，你会包最大的红包，我想你陪我去旅游，你也会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陪我去海，都是骗我的吗？宋志玲扫了我一眼，不然呢？你是我最讨厌的女人生的孩子，他是你爸的白月光，我费尽心力才拆散他们，可他呢？他从来就没想着爱我，他的心里永远只有他的白月光。那个死女人，你知道吗？你跟你妈长得一模一样，我看到你这张脸就觉得烦。现在一切都说清了，说吧，你爸公司的转让合同被你藏在哪了？不要想着耍什么心眼，就算没有那份合同，我也可以以配偶的身份接管公司。我绝望地闭上眼，所以你就这样对我？宋志玲冷冷地笑了笑，今天之后，这个家就不需要你了。你这个大小姐，从今天开始就要变成普通人了。临别了，当妈妈的最后再告诉你一个真相，不仅洛心妈妈是我找人干的，就连你爸爸也不是自然死亡的。哈哈哈，那个死鬼，我这样爱他，为他付出了一切，他心里却只有别人，我会让他好过吗？林嫣嫣走了过来，站在宋志玲身边，一切都结束了哦，姐姐。哦不，你现在已经不是什么姐姐了，就是一个普通人呢，快滚吧。这个家已经没有你的位置了。我得到了想要的真相，拿出手机，对着他们晃了晃。刚刚你们说的已经都录音了，紧跟着又当着他们的面报了警。宋志玲皱着眉头，立刻起身，但却没有过来。若是报警的时候这边发生争斗，只会让出警的速度更快而已。报完了警，等我挂断了电话，他才冷笑着开口：报警有用吗？录音是合成的，法院都不提供录音当证据。没错，但你不是专业的，你做了这么多事，要是一点线索没有，算你厉害。我平静地说完，紧跟着继续开口：还有，应该离开家的人是你们。爸爸死了，作为配偶，你的确可以接管公司，前提是爸爸没有指定继承人。可惜他有，公司在我手里，并且满18岁开始生效。真不巧，我刚过完18岁的生日。宋志玲像是疯了一样冲到我面前：你胡说，那个死鬼还留下这样一招对付我，我才是最爱他的人啊，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林嫣嫣的脸有些扭曲：妈，怎么办呢？我冷笑：他哪里会知道该怎么办？只要公司在我手里，从一开始我就立于不败之地。现在又已经报了警，宋志玲做的那些事被查出来是早晚的事，连带着林嫣嫣也不会有好果子吃。孙子兵法云：先让你赢，再让你死。蜂拥而至的警察带走了他们母女，随后立刻立案开始调查。果不其然，发现了一堆漏洞。宋志玲以故意伤害罪、故意杀人罪获刑20年，林嫣嫣作为从犯获刑3年。宋志玲最后的母爱就是把所有罪名都揽到了自己身上。可是那有什么用呢？像是林嫣嫣这样靠身体吃饭的人，一旦坐了牢，又有哪个不开眼的有钱男人要她？又有哪个公司敢接受她日后的求职？一切都结束了。我将这一对恶毒的母女都送进了监狱，希望他们好好改造，下辈子能做个好人。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，我来到了爸爸的墓碑前。经历那件事，我也成长了不少。看着爸爸的相片，我忍不住开口：或许爸爸什么都知道，只是自己选择了离开而已。或许在他心底，
也有着对宋志玲的一份亏欠。给爸爸扫完了墓，我回到了家里。偌大的房子一下子就变得空旷。我开始整理这个家，将以前宋志玲的东西都扔掉。正在我打理杂物的时候，一个信封掉了出来，我愣住了。这居然是爸爸给宋志玲写的信，并且上面的邮戳都没有拆开。我将其放到桌子上，准备一会儿去监狱里看望一下他。爸爸给宋志玲留下的内容应该相当有趣。通过宋志玲之前说的那些话，我不由得想到这3个人之间肯定相当狗血，根本想象不到爸爸那样老实一个人，居然还能来一段三角恋。成年人的世界还是太复杂了，最终的句号还是爸爸亲手画上吧。下午，我开车到了监狱，看到了如今憔悴不堪的宋志玲。她看到是我，脸上闪过讥讽的微笑。现在是来嘲笑我的吗？我从包里拿出信封，放到她面前。这什么？宋志玲面露疑惑，随后撕开信封，目光顺着信朝下扫去，身体猛地一颤，瞬间红了眼眶，声音颤抖着。原来她都知道。我起身准备离开，她在身后开口：“太晚了。如果一个女人需要的时候，这个男人总是不出现，那有没有他又有什么区别？”我回身盯着她：“那你哭什么？”她错愕地看了我一眼，良久才收回目光，低声抽泣。最后因为探监的时间到了，被警察带走。我朝着监狱外面走去，看着晴朗的天空，不由得有些感叹：爱情是每个人都无法承担的奢侈。秦霄，你们真的在一起了？朋友们簇拥着秦霄问东问西。秦霄难得很耐心：当然，我等他也不是1年2年了，没有功劳，还有苦劳呢。我推门走了进来，目光看着秦霄笑道：你有什么苦劳啊？让我也听听。秦霄脸上挂着淡笑，看着你和别人爱了这么多年，我忍得很辛苦的。我直接坐在他腿上，毫不客气：行啊，到家补偿你。周围人开始起哄，我们在众人的欢呼声中拥吻。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句：咦，洛心。我回过头，正看到洛心站在门口，表情有些痛苦。秦霄的目光顿时冷了下来，想回去就回去。我的身份不允许我成为别人的替身，更不会允许我的女人心里住着别的男人。我回过头，轻柔地看着他：不会，我做了决定，就不会改变。等我几分钟。说完，我出了门，和洛心来到天台上，沉默良久。他开口说了第一句话：我没得选。我知道，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没有，但这个结局不是我想要的。我原本以为会和你白头偕老，哪怕现在与你分开了，并且再无可能，我也依旧爱你。洛心红了眼眶，深情地看着我：我知道，但我不能爱你了。他的身体猛然踉跄了下，险些栽倒。不是这样的，不应该是这样的。于言，你想想好不好？我真的没得选，我不能不要我妈呀。如果我没有选择林嫣嫣，我妈因为前晚到了几分钟丧命，我以后要怎么做人？我真的没得选，我真的好痛苦，我都知道，但我接受不了你选择了他，你知道吗？这是我第一次对他大喊，也是对青春的爱情大喊：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他再也无话可说，因为我们彼此都心知肚明，没得选，根本就没得选。他没得选，我也没得选。我要怎么再去爱一个碰过林嫣嫣的男人？我嫌他恶心，碰过他的人都恶心，选择他的人都恶心。我没得选，不要再见面了，会让爱情变得不好看。说完，我转身离去，身后传来抽泣声，我也再没回头。1年后，很难想象啊，秦霄，你这样的吊车尾，能在1年之内把成绩提上来，和我考上同样的大学。我看着秦霄，
难道他真的是个天才？他轻轻笑了笑，因为爱情让我成为现在的我。我点了点头，你的确变了很多。秦霄把我抱在怀里。其实你那天离开去跟洛心说话，我很难过，等你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很煎熬。我害怕你不会再回来了，又害怕你回来告诉我，你和他和好了，我真的会崩溃。但是你没有，我知道你爱他，怎么可能那么轻易放下呢？我觉得我不比别人差，我会让你爱上我。如果你爱上不上我也没关系，就让我用一生去爱你吧。没人看到，我的眼眸里藏着他的倒影。我回过头，亲吻着他的嘴唇，轻轻开口：大学之后就和你结婚。